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就在周四晚上，我们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墙外突然传出来一个消息，胡锦涛病危。爆料说，胡锦涛的女儿、女婿正在从美国返回中国，胡海峰的家人也从上海返回北京。胡海峰这几天向民政部请假，这条消息到我们截稿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公开渠道证实，但是这个消息出现的时间实在太敏感了。因为今年北戴河刚刚散场，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恰恰就是胡锦涛在这场中共最高层权力交接里刚刚立下来的那套规矩。如果这个时候胡锦涛身体出了问题，北戴河刚刚定下来的这些事情谁来继续往下推？那些刚刚准备重新站队的人会不会因为胡锦涛突然退出再重新算一次账？所以今天这个突发消息我们先记在这里，不往前抢跑，因为要知道它到底有多重要，得先看北戴河刚刚定下了什么。这次在北戴河，曾庆红串联保守派元老，想拦住胡锦涛、温家宝，别再往深里清算习近平集团。可他张罗了一圈，除了张德江、贾庆林这两个老搭档，没有元老愿意跟他走，反倒有元老回过头来质问他。今年张幼霞、刘振立出事之后，不正是你曾庆红告诉大家别再跟习近平绑在一起，这个集团已经涉嫌反党了吗？现在胡锦涛、温家宝真沿着这条线清了，你又跑出来说别清得太狠，你到底哪句话算数？所以曾庆红这趟北戴河栽的还不只是串联失败，真得问一句，他现在是不是老糊涂了？而且这笔账已经开始往保守派整条线上倒算了。朱镕基刚走，墙外就冒出来一个说法，习近平当年非法修宪，真正的主导者是朱镕基。说的更邪乎的，传朱镕基真名叫陈长庚，是陈云的私生子。这些说法有没有实据，咱们按下不表，你品品他冒出来的时机，人刚咽气，帽子就飞过来了。当年到底是谁把习近平抬上去的，已经有人开始翻了。今天翻到刚死的朱镕基头上，明天就翻到活着的曾庆红头上。更要命的是，反党集团这4个字还真不是曾庆红一个人随口一说，胡锦涛、温家宝这条线早就在往这个方向走了。胡温这套办法说穿了并不复杂，自己站在保党这一边，把习近平集团推到反党那一边，而且这顶帽子现在已经不是一句政治口号，已经有人吃过了。最典型的就是马兴瑞。按照墙外爆料，刘金国处理马兴瑞的时候，一开始和他说贪腐，马兴瑞并不害怕，因为他一直觉得彭丽媛是他的后台，你纪委查我，最后总得有人替我说句话吧。后来刘金国和他讲四人帮，讲当年的反党集团，他问马兴瑞的，你到底听习近平的还是听党的？这道题一出来，习近平这把保护伞突然就撑不住了。习近平当然可以说马兴瑞是我信任的干部，可他敢不敢公开说马兴瑞只需要听我的，不需要听党的？他不敢。按照这条爆料，马兴瑞最后就是从这里被撬开，心理防线开始垮掉，随后交代问题。而且刘金国不只对马兴瑞这么干，后来找王小红谈，用的还是这套办法，反党。可是王小红是老公安，所以你跟他谈一般的问题，他能绕。可有一道题，他一样不能不回答，你到底站习近平个人还是站党？这就说明反党集团已经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过去这是元老之间给习近平集团做政治定性，现在他开始进入纪委办人的过程。大家别小看反党集团这4个字，这种级别的帽子一旦正式扣下来，就是进监狱、家属连坐。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反党集团，不只是一个国防部长下台，后面还跟着一场席卷全党的反右。林彪原来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一旦政治定性翻过来，整个林彪集团都要往下追。所以反党集团真正吓人的地方就在这里。比如蔡奇，爆料对蔡奇最重的一条指控是他把中央书记处、中办这些本来属于整个党的机器，一步一步变成只向习近平个人负责的权力机器。按照胡温这套逻辑，这恰恰就是把党的集体领导偷换成个人统治。所以
今天的反党集团不是凭空扣下来的一顶帽子，它下面已经开始出现一条完整的逻辑，破坏党的交接规矩，把党中央和习近平本人强行划等号，最后再用这套机器保证习近平个人继续掌权。而一旦清理开始，习近平身边的人马上会发现一件很残酷的事，到了今天你还准备不准备跟着习近平走？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人还是那些人，官帽也没摘，可做官的样子已经先变了。一位著名的老记者这几天一直盯着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他看出一个现象，人还是那些人，可做官的样子变了。最明显的是上海，这次台风过境，8月11号，陈吉宁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开视频会，是自己跑到了金山、青浦，到水闸，到海棠一线去看。老记者看到这个动作，第一反应就是陈吉宁开始学温家宝了。这个变化值得说。习近平这些年官场上有一套很特别的风气，最高领导人不往最危险、最辛苦的一线冲，下面的人也不敢表现得比上面积极。你做得太过头，反而像在抢政治姿态。可现在陈吉宁自己往前冲了，政治的重新站队就是这么发生的。更妙的是，官方通稿里列出来的陪同市领导、市长公正不在名单上。老记者直接判断公正可能出了问题，该出现的人没出现，这就是现在看地方官最要紧的地方。而人民日报8月12号一篇经济评论更有意思，题目叫《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内在逻辑》，通篇当然还是在表扬习近平，可你细看他夸人的素材，讲的全是习近平当年在浙江工作那几年，说要从他在浙江领导金融工作的实践里找一把理解今天中国经济的钥匙。大家想想，那是什么年代？胡锦涛、温家宝的年代。习近平那个时候就是个省委书记，在执行胡温路线，真是很好笑。夸一个执政14年的人，最拿得出手的素材要回到20年前他当执行者的那段日子里去找。人民网也挺有意思，头条叫大家从3对关系读懂总书记的牵挂，紧接着下一条写的是关注最后1公里。当然最后1公里说的是基层党建，可你放在北戴河刚散场的当下就有点意思了。3对关系是习近平与党的关系，习近平与元老的关系，习近平与地方大员的关系吗？总书记现在到底牵挂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这个最后1公里倒是挺应景。这些都只是语言上的巧合，当不得证据。可巧合看多了就成了气氛，官媒里有些词开始越来越经不起第2遍读。继续往下说之前，先跟各位老朋友念叨一句我自己天天在用的东西，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刚才咱们说官场上那帮人练的全是见风使舵的快功夫，养身子骨恰恰相反，靠的是笨功夫。普瑞堂这款玄宝黑参9蒸9晒，前后大半个月，就是拿时间一道一道熬出来的东西。切片泡水含服都行，一根能吃上1个礼拜，温和不上火。前阵子澳洲一位老朋友 Cynthia 反馈说，他平时一吃参就上火，这款黑参吃了1个礼拜，精力明显上来，一点火气没有。唯一的困扰是太好吃，得克制着，别一次吃太多。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特别实在，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1整根高品质玄宝黑参，上不封顶，满1000送2根，多买多送。结账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家。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好，咱们接着说，官员重新站队有规矩，可有人差点踩过线，带着兵直奔北京。根据墙外爆料，张又侠、刘振立出事以后，李乔明的反应非常激烈，外面一度传出他跑到河南新乡，甚至准备调第83集团军进北京。李乔明就是反习，而且反得比很多元老都狠。可问题也出在这里，反习近平可以，谁允许你自己调兵进北京？所以李乔明最后没有动起来。后来
李乔明的人大代表资格反而先被拿掉了。按照墙外这条线给出的解释，原因并不复杂。习近平破坏规矩，不等于李乔明就可以用另外一种破坏规矩的办法解决习近平。这一点最近又冒出来一条更狠的爆料。墙外消息说，过去半年里，军中有几名高级将领曾经策划过针对习近平的行动，甚至到了暗杀的程度。这条消息现在还是爆料，但里面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这些人为什么一直没有真正动手？因为他们也知道你不能自己决定这件事。按照爆料，他们有人曾经去找刘源，希望高层给一个政治背书，刘源不同意。理由说穿了就是一句：习近平的问题必须由党来解决，不能由几个手里有枪的人自己解决。习近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把个人放到组织上面，把自己的意志放到党的规矩上面。可你今天因为觉得习近平该下台，就自己调一个集团军，自己决定总书记的生死，那你干的还是同一件事，把自己放到组织上面。胡锦涛要压的不是一头，他其实同时压两头，这叫立规矩。否则今天6个将军可以说习近平祸国，我杀了他是为党除害。那明天再有6个将军觉得胡春华不行，是不是也可以为党除害？再过几年有人看另一个总书记不顺眼，是不是又可以带兵进北京？所以胡锦涛一直在守一条底线，军队可以保证政治交接，但不能创造政治交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一直看不懂现在的军队局势。既然这么多军头都反习近平，为什么习近平还可以出席活动？为什么还留着名义上的位置？因为在胡锦涛这套安排里，习近平最后怎么退，什么时候退，哪些职务先交，哪些程序必须走，这是政治系统的事情。军队只能做一件事，谁敢破坏最后的交接，军队就把谁按住。今天这场斗争已经不能简单分成保习的坏，反习的好，而是哪怕你比胡锦涛还反习近平，只要想用枪解决问题，照样出局。而这个规矩如果只拿来管军队还不够，胡锦涛敢不敢拿同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人，尤其是量自己的儿子？这就牵出一个最近特别有意思的人，胡海峰。胡海峰现在在民政部，2024年1月，他从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调进北京，出任民政部副部长。论年龄，论履历，论他父亲现在在党内重新拥有的影响力，胡海峰其实正好到了最容易往上走的时候。可这1年多，外面关于胡海峰升迁的消息传了一轮又一轮，西安、甘肃、江西，甚至有人往更高的位置上猜，最后一个都没兑现。根据墙外的爆料，不是没人愿意给胡海峰位置，是胡锦涛自己一直在压。墙外甚至传出过一个非常狠的说法，胡锦涛已经跟汪洋、胡春华、刘源这些人把话讲明，胡海峰到省部级为止，不进政治局，更不能碰什么第7代接班人的位置。这条爆料现在当然不是公开文件，但如果把它放回我们今天整篇的逻辑里，它特别重要。因为胡锦涛要拆习近平，最大的政治口号是什么？习近平把党变成了个人的党，那胡锦涛自己接下来最不能干的事情，就是转身把胡家变成另外一个习近平家族。你今天说习近平搞家天下，明天自己儿子进政治局，后天又有人开始传胡海峰接班，那你前面讲的保党、反党、恢复集体领导，立刻就会被人问一句，你跟习近平到底有什么区别？所以胡锦涛如果真要重新立规矩，第一刀最有说服力的地方是先砍自己家。你甚至可以说，这就是胡锦涛给整个官场看的一个样板。我要求你们不要再搞个人效忠，我要求军队不能自己造反，我要求习近平旧部重新站队。那我自己先证明一件事，胡家的人也没有特殊通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官场现在愿意重新往胡温这边靠，他们认的未必是胡锦涛这个人，认的是一套新的预期。下一步至少不能再是谁跟最高领导人关系近，谁就一路往上爬。所以胡锦涛现在真正留给后面这些人的是一套边界。军队反习可以，不能造反；干部过去跟习可以，现在必须重新站队。
这套规矩一旦立住，接下来真正要动的是习近平留下来的老巢，福建那张网已经开始一根一根被剪了。习近平在福建待了17年，从厦门、宁德、福州一直到福建省委，这一段经历后来给他留下的是一批人，是他最早的政治班底。习近平真正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福建是最早的一层。这些人后来有人进中央，有人进政法，有人进金融。要看看现在到底是在处理习近平个人，还是在拆习近平集团，看福建就知道。最近一刀先落到了南平市长林健身上。8月6号，他还坐在主席台上主持当地的服务业大会。6天之后，福建省纪委监委宣布林健接受审查调查。当然，倒了一个市长说明不了什么，可问题是福建省最近倒了一串。8月7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功也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5天，一个市委书记，一个市长。而真正让我觉得值得看的是，拿刀的人换了。福建现在的省纪委书记魏小葵，去年冬天就从江西抚州市委书记调到福建副省长，再到今年6月进入省委常委，接任省纪委书记。而且福建就是在他接任省纪委书记之后就开始频繁出事。按照墙外的爆料，魏小葵就是温家宝这条线往福建放进去的。而且福建这条网早就不止留在福建。再往外看，倪岳峰这个人长期在福建工作，后来一路去了海关、全国人大系统，再做到河北省委书记。最近河北换帅，倪岳峰离开省委书记位置，这个动作本身当然不能直接等于被清算，但放到倪岳峰是习近平福建旧部的背景下，就必须单独记上一笔。因为真正拆一个政治集团，从来不会只在老家拆。福建出来的人，今天可能在河北，可能在北京，可能已经进了政法、人事、金融。北京这边，魏晓东就是另外一个值得看的点。蔡奇主政北京的那些年，他就是在组织系统负责管干部的。一个长期掌握北京干部人事的人出事，价值跟普通的经济案完全不一样，因为组织部长手里有干部关系网。于是现在几个点开始能够连起来了。福建本地的干部在陆续下马，福建旧部外放出去的封疆大吏也被免职，福建帮在北京的人事系统也在被查。如果这些动作最后真的是沿着习近平集团这条线往下查，那么胡温现在拆的是在解决一个更麻烦的问题：习近平下去以后，习近平的人还在不在？习近平如果有一天彻底失去位置，可福建旧部还在，政法系统还在，中办的人还在，组织系统里的人还在，地方省委书记、省长里面还有一批人继续任他，那习近平即使坐在家里，也不一定完全失去影响力。真正的权力交接必须把这条线剪断。所以今天抓一个泉州市委书记，抓一个南平市长，最后要看的是这些名字能不能最后串成一张图。温家宝现在最想做的恰恰就是这个，要让习近平离开中南海以后，再也没有一套完整的人事机器可以替他工作。要判断温家宝的这场清算到底准备走多深，栗战书就是个标志人物。习近平20大之前修改规则、改变任期和权力安排，很多关键政治程序都绕不开他。所以如果有一天连栗战书这条线都真正被打开，就意味着清算的水位已经从习近平身边的人出了问题，上升到了习近平整个权力形成过程开始倒查。而这一条线其实已经出现了几个非常值得看的动作。7月31号，中国五矿原总经理郭文清主动投案。这个人的履历很有意思，公开资料显示，他早年就在河北省委办公厅做秘书，而1993年和1997年，栗战书正是河北省常委秘书长，两个人在河北省委办公厅系统有过明确的交集。墙外爆料说得更直接，郭文清就是栗战书过去的老部下。后来郭文清一路做到中野董事长，2016年又进中国五矿做总经理。现在这个人主动投案爆料，爆料紧接着就把下一条指向了栗战书的女儿和女婿。所以郭文清进去，值得关注的是他会不会把栗战书家里的问题带出来。
查到马兴瑞、王丽霞，可以说是习派干部出事；查到王小洪、何立峰、蔡奇，那叫开始拆袭晋平核心班底。可是，一旦查到栗战书，那问题就变成习近平这些年整个权力形成过程要不要重新算账？现在看来，温家宝似乎根本没准备在栗战书这里停下来。这也正是为什么今年北戴河跟去年的北戴河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去年大家谈的还是习近平怎么体面下，按照墙外爆料，这套安排后来一直推进到了去年的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过去节目里没有完整讲过。其实那几天非常难看。前3天，政治局委员一个一个过关，白天做检讨，晚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分组讨论，一直开到后半夜。习近平自己也做了检讨，不只是经济、外交、疫情这些一般失误，一路追到了19大以后破坏接班规则、20大强行连任这些根本问题。最后，习近平以失职为由，亲口提出辞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也就是说，习近平不是从来没有答应过交权，他答应过，而且是在中央全会这个层级上做过政治表态。李强、王沪宁等政治局委员也分别做了检讨。最后，温家宝出来讲话，转达胡锦涛的意思，大意非常清楚。习近平搞个人独裁，破坏交接规则，这个问题必须处理，但是另外一头也得压住，不能有人趁着处理习近平，把整个党的桌子一起掀掉。你看，还是我们今天讲的那2个字：保党。随后进入表决，当时形成的安排是习近平辞总书记由汪洋代理，辞军委主席由刘源代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责任往后再处理。可就在最后举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后来非常有意思的画面。会场里有6个人没有举手，习近平、蔡奇、何立峰、李鸿忠、黄坤明，还有王小洪。当时对习近平辞职这件事情定下了非常严格的保密纪律，所以后来公开的文件里面你看不到习近平辞职。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今天可能根本不会有反党集团，习近平大概就是按照华国锋的路子退。问题是后来出事了，张又侠、刘振立这件事情把原来谈好的局整个撕开了，军方彻底倒向胡锦涛，结果就变成习近平必须下台。你看，这时候20大非法和反党集团就不是2个突然冒出来的新词了，他们其实是去年那场交权协议破裂以后自然升级出来的下一步。曾庆红跑去串联那些保守派元老，为什么没人理他？因为很多人的想法已经变了，不是胡温不给习近平退路，是这条退路去年给过，是习近平自己堵死的。喜欢今天这期，帮江峰点个赞，订阅一下，咱们下期见。